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真天外魔镜的 TAS 系列啊。格斗游戏 TAS 呢，小狼已经做过很多了啊。真天外魔镜呢，小狼好像是做的不多。人脑的话，苏通啊、吉泽太郎，包括咱们还有很多的，包括主角以及自来也、纲手啊，什么都做过了啊。这次呢，给大家伙做的是这个歌舞伎团十郎，也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官宣的啊普通角色当中的手底角色，也就是电脑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啊，就是不算那些什么猴子啊、机器人，还有那个邪神斋。这里面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其实这个团十郎呢，确实是啊，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日式啊，是一个小孩不假，然后呢单腿蹦。这个单腿蹦呢，就特别像那个什么，特别像咱们大伙了解的那个，有一种格斗，对吧？这种也不叫格斗啊，就格斗游戏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就是可能是一种的起手姿势，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变态啊。当然，它这个游戏啊是有很多的这个玩法。首先呢，咱们是这个，它这一笑啊，像不像这个毛利小五郎啊？特别像啊。然后它这个武器呢，可以扔出来，还可以打这个特殊技啊。比如说空中可以扔下来打这个当成飞行道具，但是必须要捡回来啊。如果不捡回来，没有武器的话，有的角色可能会比较弱，有的招式练不出来。大家伙也可以看到啊，刚才这个他头上写个天下一，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天下第一的意思啊，这个非常的装逼啊。OK，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呢，总体来讲呢，它的伤害呢其实比较爆炸啊。刚才呢那个是铁扇公主啊，我们俗称为铁扇公主，这个呢就是纲手。这个纲手真的是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真的是火影忍者里面那个纲手机。设定也是非常一样，但是都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可能是中忍的时候。当然，事实上呢，这个游戏只是确实是因为火影忍者里面也是套用了很多日本的一些传说呀，包括一些一些神话呀等等之类的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你像这个什么咱们说火影忍者里面的自来也、纲手和大蛇丸，这个游戏里都有啊，这三个角色它是都有的。然后呢，那火影忍者里面还有什么孙悟空、金角银角、你芭蕉扇啊，对吧？你想想，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来抄来，我再抄，抄来抄去。见高招嘛，对吧？看谁写的有意思嘛，对吧？也没有什么了啊。总体来讲呢，也土耳其公约50年以后啊，就不扯这个逼事儿了啊。OK。极乐太郎，极乐太郎是这个游戏当中啊，这个速通最快的角色了，应该是这样的。好像除了最后的那个邪神斋变身之后，应该就是他。而且我感觉，即便是邪神斋变身，也没有他快吧。极乐太郎呢，确实啊，他的连招也好，还是他的这个设计也好啊，确实是打电脑最快。人脑的话呢，就谈不上了。人脑的话呢，很多人选择用自来也啊，或者是什么角色都可以啊。这个游戏，民间玩家还是很多的，但是在我这儿呢，我还是觉得。这种游戏呢，可能就像月华剑士啊、双截龙格斗啊，像什么这个爆裂人的复仇啊等等这种类型的游戏，确实冷门。它为啥冷门呢？因为上手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呢，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对打呢差距太大啊，对吧？差距太大，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输的。它不像97、98啊，看起来包括街霸看起来非常简单啊，对吧？上手一玩就会啊，对吧？一学就废啊。好，当然可以看到啊，这个角色呢，是因为我没有做过，大家伙可能也觉得比较神秘啊。你看他笑得跟狗似的啊，这个我要是有这个舌头啊，我说实话啊，我该说不说啊。OK， 看看啊，这是战国丸啊，我们管它叫战国丸啊。这个马祖 MARU 啊，马祖就是丸的意思啊。这个大蛇丸就是 Orochimaru， 对吧？我不太清楚啊，当然是不是这么叫的啊？咱英文、拉丁文咱也不好是吧？但是他这么叫啊。这个红丸是这个 Billy 马祖啊，对吧？后面他是反正是但凡叫这个，你就叫丸就完事了啊。咱也不知道这个丸就团子呗啊，就跟咱们东北话就是懒子，对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当然，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升龙也是蛮帅的啊。这个升龙被我并称为像这个月华剑士的家神的升龙，还有拳皇97或者说其他版本里面的这个安迪的升龙啊，都是作为升龙姿势最帅的啊，甚至比原本街霸里的那个龙和肯还要帅。好，接上一个小店，这里面呢练必杀呢，很多人都知道啊，什么下 B、下 A、下 C， 各种必杀。你像这个战国丸啊，战国丸呢就是它下 A 也是像咱们这个技能一样啊，撇出一个带雷的飞行道具啊，这个战国丸和团十郎都是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它是往地下扎这个旋风。战国丸呢，就是咱们现在被打败的这个电脑呢，它也是可以往地下一扣出一个雷。第三呢，就是把自己的武器撇出去，咱们这里面就不是了啊。OK， 看看自来也这个小孩，而且他也是真的能招这个蛤蟆，
你看以纲手呢是大力，他的力气非常的大，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对吧？但是他这个医疗啊，这个咱倒不说了啊，它是有辅助效果的，可以给这个人加攻击力、加防御力和加速，是吧？就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其实原本的道具就有，这个游戏是原本有这个道具的啊，就是会在空中或者你在击打的过程当中呢会爆出来。自来也呢就是可以召唤蛤蟆，然后也可以练这个忍术啊，会这个遁术。你看召唤这个蛤蟆，这是真的会召唤啊。同时呢，再就是大蛇丸，大蛇丸呢是一个美男子啊，他真的长得不像一个蛇，但是呢非常的高冷，也非常的帅，个子非常的高。但是缺点呢是他真的没有蛇。但是它会召唤出冰龙啊，会召唤成这个大冰龙出来，也是挺符合啊，那对吧？这个蛇升级到最后不就是龙了吗？先变成角啊，对吧？最后呢再变成龙，是吧？这个懂的都懂啊。OK， 那最后肯定对吧？咱们已经选这个团十郎呢是最后一个出场是肯定的。你看这个就是欧若斯马鲁，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是长发美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剃刀。这个剃刀呢，并不是剃须刀的意思啊，就是草剃精的那个剃啊，这是小日子的一种独特的武器，一个长柄啊，一个长柄，然后前面加上一个小短刃，组合到一起。很多人说呢，这不是咱们国家应该也有吗？事实上呢，很多日本的兵器啊，它的形状和它的应用用途都是来源于我国，但是呢，他们是加以改良，和冶炼啊。当然这是改良版本，以前咱们倒是也有，当然肯定不会叫这个名，因为这种名字一看只有小日子才能起出来嘛，对吧 ？OK， 可以看到，大蛇丸的话能召唤小冰龙，而且呢，它的攻击距离非常长。我小的时候呢，一旦我碰见打不过的这个怪的时候，我就用大蛇丸去打，它真的攻击距离太长太爽了啊。OK， 当然打起来也比较轻松。接下来呢，应该是娟儿。我为什么管它叫娟儿呢？啊，是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看那个陈佩斯和朱时茂那个小品，啊，姐夫和小舅子啊，就真的是叫娟儿啊。我姐是黑猫，啊，当然这带了一个白色的松狮啊，白色的松狮犬啊，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长得挺凶的啊，其实是个锤子。一旦它主人输了之后啊，就变蔫了啊，就嘣嘣巴巴的了。这里面设定像不像这个《火影忍者》里面的那个犬种家族啊，召唤那个什么赤丸什么的？而且这个角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设计的啊，而且音乐也是我非常喜欢听的啊。这里面战国丸，音乐是排第2，娟儿的音乐是排第1的。这个音乐特别励志啊，大家伙可以有幸可以去搜这个真天外魔镜的这个 OST 啊，就是 BGM 啊，找这个娟儿的背景音乐，我是有的啊。如果有小伙伴们呢想要的话，可以管我要啊。当然搜的话也可以搜到啊。头技一摔，切，好，最后等他起跳练了一个下拍旋风，双刀流啊。你看，你打败了之后呢，小狗就蒙圈了啊。哎，哭了。看这为啥叫娟儿呢啊？穿着像婚纱一样。好，来看看我打我自己，谁输呢？谁就是小浣熊啊！这个游戏可能大家伙了解啊，谁输谁就是小浣熊。每到一个领地呢，就打败一个对手。接下来呢，还有3个领地，其中一个领地呢，大家伙了解，一个猴子啊。这个猴子小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玩啊，但是说实话，那个猴子呢，一开局只要躲了他的那个这个千军万马，然后再往后呢归一归，骗他出升龙啊，也就那么回事了。机器人呢最好打，因为机器人这个角色呢，虽然说招式非常的无敌，但是呢他并不往前走，而且呢还没有防御。他不是说不防御，他是没有防御。这是机器人的一个软肋，但他很多的招式呢都有无敌啊。他这个无敌不是说他这个招式赖无敌，而是他那个招式练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无法选中的，就跟玩那个王者荣耀里面无法选中一样。然后再就是邪神斋是个邪恶法师，邪恶的巫师，打败他之后呢，他会变身成为路西法。我们都管他叫大龙啊，谁知道路西法是啥啊？对不对？都玩看串了，对吧？这各种。咱们可以看到啊，各种这个，对吧？这个神话，那个神话，这连主啊、耶稣啊、阿门啥都来了啊！你这整的就怪怪的。OK， 打败了之后呢，就是小浣熊。谁输了谁就是替身小浣熊啊！咱们输了也一样的啊。OK， 接下来呢就是3个特殊的角色啊。这个传说中的猴子，这个猴子真的是猴王啊！这猴王算不算这个孙悟空？还有腹肌。现在连猴子都有8块腹肌，我真服了啊！大猩猩啊，而且他3只眼，一上来没招千军万马，他居然没招，
好，他这回招了，但是起身被压制了啊！可以看到白白浪费了一个幻术。小时候特别害怕这个猴子出这个什么，出过来跳过来抓你一下啊！就那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七家社的那个反摇手那个抓头技，他真的是啊，你防都没法防啊，这真是很讨厌的啊！但是一上来看看要不要招千军万马，给自己立了个雕像，一上来招千军万马，但是跳到正身位躲过去就好了啊！这个千军万马呢，我说句实话，最嘚儿的是啥呢？你防住了也要模拟多少血？好，下盘压制起身。升龙，感觉这个升龙是升龙为什么要喊卡卡西？好，滚过来，投技，捡起来加上一个弓，这个并不是纯速通啊，这有点调戏的意思了啊。如果真速通的话呢，其实早就应该给他打死了，因为 TAS 的话有900多种方案啊。好，接下来呢就是机器人，当然这个机器人呢就随便玩了啊。机器人呢，他不会防。如果你有远距离打他的这个技能，那你就打他吧。他真的，他连防他都不防的啊。OK， 这个叫死亡之冰啊，骷髅型机器人复活了，看不看见？这不知道远古外星人啊在哪？这背景呢有点像这个沙漠当中，还有咱是沙漠是海市蜃楼，而且还有这个卧佛，看不看见？这个都看串了啊。好，扣下盘。感觉这个机器人的防御还是蛮高的啊，大家可以选择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枪来打。反正我小时候用这个金手指，用模拟器金手指，然后各种突突啊，就非常的过瘾啊。好，升龙落地，好扣起来，可以看到啊，这个他不会防，真的是不会防啊，这个角色啊，而且他也不会进攻，他就是一个福利的一个 BOSS 角色啊，但是你选的话，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我选这个机器人好赖的啊，真的是很赖，赖的跟狗一样。OK 啊，这边躺的是个大机器人的一个，你看一个大残骸的样子，最后给打爆了。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 BOSS 啊，但是它是有2个阶段，也需要打4局啊，这个没办法啊。这个邪神斋呢是也是个3眼法师，你看都跟3眼干上了，那个猴子3眼，然后那个邪神斋3眼。这邪神斋呢，这个法师看起来像精灵族啊，传说中的高级哥布林的感觉。OK， 而且他的技能呢是挺赖的啊。你选这个邪神斋的话，也是挺赖，算得上是一个 BOSS， 但是如果真跟后面那个大龙比啊，其实也差了不少。其实这个游戏还有一个特殊的玩法，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有的时候你练这个必杀技，对方中了。和防住，有的时候防住的血比中了还要多啊。比如说像这个自来也的那个下轻手的感觉啊，当然，包括还有这个拿扇子那个铁扇公主，她也是啊，她也是模拟血的话磨得非常过瘾，以及那个大蛇丸的那个升龙飞天。好，邪神斋，大旋风，这一个旋风必杀只打了这么一点血，这个不太符合一个必杀技的这个感觉啊。当然，如果是用那个自来也的话，那个大蛤蟆打血打满了的话，一下能打将近6.5个吧，也就是大半管血，很多的啊。但是呢，打到后面的角色打不满。OK， 来看看，最后变成这叫什么路西法呀？啊，卡玛拉鲁啊，这个地图是这个地图，邪神斋变身，直接从这个崩玉啊，直接二动画变身，直接天之咒印啊，然后变成了一个这个。防住了只有1点，还是偏弱一点啊。这个 BOSS 呢，如果用大蛇丸，你们试打啊，一打一个不吱声啊。大蛇丸你就点这个 BC， 他这个 BOSS 就是大傻子，真的啊，我打不过去了，我就用大蛇丸的啊。好，很多人说打死他之后他变成什么？这个打死他之后，他变成一堆这个小龙，变成一个龙骨头啊。但在这里啊，我建议大家伙儿选择金手指的时候，不要选择这个大龙打，你要选择大龙来打大龙啊，到最后呢就会卡死。就会卡死，会出 bug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我试过是这样的，但这里面呢 ，TAS 呢，咱们全程呢都是无伤，但是连招的话并没有那么变态。这个游戏设计的啊，并没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变态就是了啊。OK， 最后呢大龙打死，直接升天，啊，直接升天了，变成龙骨架了啊，直接就是博物馆展览了啊，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呢就通关。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游戏 TAS 的话呢，秀是秀，但是并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种变态联机啊，或者说一些无限连什么的啊。
所以相反来说呢还好一点啊。这样的话呢，真天外魔镜的团十郎啊，给大家伙看出来啊，确实挺精彩啊。总体来讲呢，也是打了一个流程，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